那个能左右战局走势的男人终于出嘴了。太乙真人打得兴起，嘴角露出少许讥笑，对着身周的几名围攻他的西方教圣人弟子淡然道：嘿嘿，通天师叔收徒是有教无类，能拜入师叔门下凭的是机缘。我家老师收徒是福缘根教，能拜入我老师门下凭的是福缘。你们西方教收徒更胜一筹，收徒凭的是不挑食随缘。哎呦，这境界厉害了呀！瞬息之间，此地第4次陷入了死寂。李长寿能够明显地感觉到，那些西方教炼气士一个个已经是被震动了道心，被唤起了此前积压的火气。一位老道咬牙切齿：杀！霎时间，数百道流光对着太乙真人激射而去，这一次却非是法宝，流光里面夹的都是一个个双眼发红的道者。弄死他！这轮回塔不要了！杀太乙，正道心！杀太乙，正道心！太乙真人当即哆嗦了几下，胸前现出了9条火龙，逼退眼前的对手。袖中窜出2点火星，化作了2只风火轮子，两脚踩上去，身形嗖的一声冲出数百里。其后道道流光紧追不舍，金陵圣母差点忍不住提剑从后掩杀，就听得长高救我！这下轮回塔处更稳了。哎，有些不对劲儿。李长寿低头看脸自己手腕上的草环，却发现草环之上有着十分微弱的红光闪耀，嘴角不由得一阵抽搐，心底那小哀的嗓音满是凄婉。果然，我就说过的，做这种事肯定会被发现。这下完了，咱们以后想出来是痴心妄想了。为什么我要帮你做这种事？我好惨，好不容易能被人当法宝用一用，做个欺凌也是能说服自己接受的，又出事了。哈哈，怒之化身得意的一笑，他敢不用咱们弄他？这些是后土娘娘的化身吧？小诺是完整的人格，本身性情就比较愤怒，其他性子都是从后土娘娘原本模板上继承的吧？人就这么小心眼儿？还是太乙真人的话语杀伤力太强了，一次阴阳大法记仇记到今天了？李长寿立刻对太乙传声，让他绕一圈赶来轮回塔前，他自会用太极图接应。可是话音刚落，一缕晦涩安详的道韵就出现在轮回塔周遭，心底灵觉一颤，目中神光一凝。李长寿的念头飞速运转，一时反应过来，扭头对着赵公明喊一声：快收定海神珠！赵公明闻言愣了一下，略微有些不明，毕竟此时进展颇为顺利。也就是这么一愣，这一片被灵光、宝光、阵法光壁照亮的天外之地突然就暗了下来，一只大手显现，看似随意的一捏，却是捏住了一颗定海神珠。赵公明立刻催法，23颗定海神珠瞬间回返自身，但是此时已不成阵，威力大减。众圣人弟子抬头看去，却见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团云雾，云雾消散，一名身着灰衣，坐在七彩莲台，面容慈祥安宁的老道，左手捏着那颗已经化作莲子大小的定海神珠，口中缓声停手。一抹道韵缓缓荡开，此地众高手心底竟然没有了斗法之意，莫名的就有一种想要低头对这道身影参拜的冲动。场中果真停手了，金陵圣母多宝道人也迅速地退到了赵公明身侧，抬头看看这名老道，显然并未受太多影响。那老道低头看向轮回塔旁的李长寿，嘴角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李长寿也面露微笑，对着老道做了一个道揖，满是感动地呼喊一声：太清弟子李长庚见过接引师叔。此塔贫道还有大用。啊，明白。
弟子也只是看这塔造的也太好看了一些，这才忍不住出手，想要搬回去给我家老师献礼。冒犯之处，还请师叔勿怪。李长寿话语一顿，笑着道：师叔您看，截教公明师兄的宝珠可否赐还？老道默然无语，不再多看李长寿。李长寿起身飞向赵公明处，太极图玄黄塔光芒闪耀，似是在警告上方的老道不要轻易动手。李长寿在袖中摸出了一张青色的三角旗，放到了赵公明的手中，随之又不放心地从太极图上请来了10多道阴阳气息，全方位地将这旗子封了起来。老哥，混沌青莲的莲叶凑合用吧。赵公明眨眨眼，点头答应了一声，还真将宝旗放入怀中。轮回宝塔上方，那后现身的慈祥老道身周伴着阵阵霞光，只是坐在云上，仿佛就与这天地融合，不染半分尘埃污垢。宝塔下方，西方教数十名弟子收来了10多具尸身，将这些尸身摆在此地，此刻一个个面露怒色，瞪着李长寿等人。接引圣人左手张开，7、8道微弱的光芒飞来掌心，护住了此地死伤西方教弟子的元神。但有6名西方教弟子已是元神破碎，魂飞魄散。那座暂时困住了孔宣的乾坤大阵，也因为少了高手镇守，被5色神光直接戳破。孔宣自其内飞出，有些警惕地看向了接引圣人，落到了李长寿身后。过了一阵儿，接引圣人并未开口，嗓音传遍各处：尔等为何在此地生乱？一位西方教的老道纵声高呼：还请老师为我等做主啊！这些道门弟子蛮横无理，不问缘由便杀了周师弟。金陵圣母细眉一竖，立刻就要再现斗之法身，却被一旁的多宝道人抬手阻拦。李长寿也略微扭头，对金陵圣母眼神示意，接下来就是各拿筹码，各出底线，谈一谈此地之事了。只要6位圣人不去真的开战，不去以分出生死为目的的斗法，这一桌棋都不会被掀翻。西方教众老道委屈巴巴，在接引圣人驾前一阵哭诉，接引圣人却是面无表情。云霄仙子传声问寿：若稍后这位师叔发难，师尊不在此地，咱们是否要全力去扛？李长寿皱眉思索，传声：放心，二师叔应当已经到了，此时不现身，便是看咱们能跟西方教交涉到哪般地步。此乃圣人博弈，你已卷入太深，当多警惕，勿要触怒圣人。触怒圣人，对他而言其实也挺难做到的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不由想起了自己与太清老师在太清观中那热切舒适且开森的交谈。西方教只需在意接引，其他不必顾忌。是，弟子遵命。他之道与咱们不同。而后就是半个月的沉默休息期。太清老师的意思就是，有关西方教之事，除却接引圣人之外，其他的都要由他自己这个二弟子来负责。双方等了一阵儿，西方教圣人弟子们也停下了哭诉。天边飞来道道流光，却是此前追杀太乙真人的那会儿西方教弟子冲了回来。此刻他们已经冷静了下来，赶去宝塔前对接引圣人行礼，而后对着远处怒目而视。那里一名身着火红长袍的道者缓缓而来，面容英俊，气息悠长，脚下踩着2只火轮子，正面看不出半点异样。待他落在李长寿一行身后，刚想开口说话，气息突然就走岔了，双眼一翻，直直地趴在了云上。多宝道人赵公明低头一瞧，哎呀，当真是没忍住笑出声来，却见这太乙真人之背，红袍成了破衣烂缕，背后是青一块紫一块，长发都被烧成了狗啃状，冒着一缕缕青烟。太乙真人吸口气，往嘴里塞了一把丹药，
缓缓飘了起来，收起风火轮，靠在了玉鼎真人的身侧。以1对100，他没输，就是没机会骂个痛快。李长寿关切地问：师兄，伤势如何？无妨，死不了。太乙真人冷冷一笑：但凡杀不死贫道的，都会让贫道变得更……哎呦！啪的一下，玉鼎真人左手精准地拍在太乙真人的嘴上，先是示意太乙真人看向宝塔上方的接引圣人，而后又清了清嗓子，低声道：家师元始天尊。李长寿不由莞尔，淡定地拿出了4面特制的铜镜，1面直播，3面备用，交给了一旁的玉鼎真人。劳烦师兄了。善。玉鼎真人含笑接过，拿着镜子静静而立。天庭各处，一直守在各处铜镜前的那些天庭仙神、天兵、仙子、嫦娥们，尽皆屏息观察。很明显，此时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。轮回塔上又见圣，塔前云露沉仙尸。看来西方教在这轮回塔确实是投入了巨大的心血，不然不至于2位圣人齐出。道门各高手深州灵宝未收，金陵圣母墓中斗意未减，孔宣背后5色神光引了回去，玉鼎真人收起了自己的宝鼎。多宝道人嘴角的笑容越发温和，却透着一股爱谁谁的从容淡定。接引依然是嘴唇不开，淡淡的嗓音已经自各处响起：人教长庚外出回话。李长寿向前迈出2步，做了一个道揖，身后的多宝道人云霄仙子同时向前跟随了1步。师叔，小神在。你何故引人杀我弟子，坏我西方宝物？此事小神之前已论过。李长寿拱拱手，此时不用任何的话术，不用半分诡辩，也不去偷换概念，但依然要坚持竖起帮西方教清圣册的旗号。师叔您可知香火神国之事？自知。我西方贫瘠，借此多纳一些香火功德，可巩固自身气运，有利于天地安稳。李长寿心底一个咯噔，知道自己在话头上绝对讨不了半点便宜。当下李长寿将心态放平。此时血海之上哪般情形，师叔您想必是再清楚不过。接引尚未回答，一抹道韵流转开来，众圣人弟子心底同时浮现出了一幕幕情形。原本浩瀚的血海，此时已经变了颜色，数不清多少虚淡的身影在悬浮，人影重重，无法辨清。这些幽魂本就没有实体，此时不少正在互相嵌套。不少血海凶兽被幽魂吸引，正在吞食着此地幽魂，但是这些凶兽的数量比起这些幽魂完全不值一提。画面右转，丰都城中陷入大乱，一只只凶鬼厉魂四处游荡，那些彗星炸出了这一群凶鬼，让阴司此刻正无比头疼。6道轮回盘受影响，被要去轮回的魂魄填满，此地凶鬼厉魂的数量也不在少数，血海已有大批幽魂被轮回盘吸引。接引看向侧旁，淡然道：道兄既来，何不现身一见？又听得一声轻笑，一朵祥云在李长寿等人头顶浮现，云上端坐着一位中年道者，头戴高冠，身着华袍，面容与通天教主有着3、4分相似。这位道者一现身，那清雅祥和令人心神宁静的道韵流转开来，将接引带给李长寿等人的压迫感轻松地抵掉。玉鼎、黄龙、芒城老师、多宝、金陵、云霄、赵公明高呼师伯，孔宣依旧是浅浅一礼，李长寿还是喊一声师叔。倒是那太乙真人见到老师之后热泪盈眶，双腿一软，差点就跪了下来。爸爸！
元始天尊的笑意更浓郁了一些，手指对着太乙真人一点，笑道：为师在这儿，开口就可。谢老师。太乙真人答应一声，而后看向李长寿：继续开，这次我可什么都不顾忌了。李长寿眼都不敢眨，之前的事都在他掌控，现在他可不敢乱表达呀。太乙真人接下来的一切行为与小琼峰和水神府毫无关联。元始天尊目光扫来，李长寿多少有些忐忑。长庚，弟子在。有空多来玉虚宫坐坐。大劫在即，你是师兄选定主劫之人，莫要厚此薄彼才是。弟子稍后定去玉虚宫中一行，请各位师兄师姐指点修行。元始天尊顿时露出了少许笑意，而后看脸云霄仙子，淡定地挪开视线。去吧。接引道兄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他问的不好，你就不答，你若能答，就答得好些。这天地间我三友说话，还当点用。是。李长寿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，向前走了2步，回到了刚才的位置。跟圣人对话当真是磨人呐。元始天尊这个话里面的内涵实在是太多了，往正反2个方向理解，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这些圣人老爷一个个怎么都这么有个性呢？相比而言，还是我家的太清老爷最容易相处啊，就是相处起来费点时间罢了。